日本知道他跑去问谁？他除了要在格陵兰去采稀土矿之外，他跑去澳洲问钨矿，还跑去南韩那个有没有？山东钨矿你知道停产多久了吗？30年。钨矿在大陆的独占的提炼能力、精炼能力，全世界找不到。日本企业，你说不是只有说啊，我们今天就是说关东电化跟中央硝子2家全球占有20%市场的公司，现在只是讲停产到倒闭之间只有一线之隔而已。你说不定下个月就听到说中央硝子倒闭了。日本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中国大陆一手紧掐钨，一手又紧掐稀土，拉住这个日本的咽喉哦，尤其是针对于高阶的制造产业，恐怕遭受的是断血式的打击。日本的制造业强国神话正在崩塌。观众朋友，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做互动。如果您认为接下来中国大陆针对钨还有稀土能够掐住日本的非常重要的制造业，甚至是科技军工命脉，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现在影响力还在逐渐的发酵当中而已，可以留言写2，跟我们一起做更多的互动。好，我们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继收紧对稀土之后，日本今年大动作的就是针对于日本祭出更具杀伤力的钨武器的一个限制。好，时间就是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北京开始实施的管制，掐住日本的这个命门的，包括了它的碳化钨，还有高纯钨粉。跟6氟化钨等等，都对日本的出口是直接降为0，这个影响性是非常高的。因为呢，这个好几个月下来都是直接降为0的一个出口，重挫的是日本的高阶制造的核心命脉，首当其冲的，等一下我们就会来看到是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根据了解，这样子的一个限制比稀土管制还要致命，达到100倍。来看到具体的细节，包括了日本的2家非常大家的这个是材料的隐形巨头，关东这一家关东电化工业，还有另外一家呢，这个是中央硝子，他们已经宣布了，从下半年开始会全面的停产，并且告诉了。包括了台积电、三星跟 SK 凯力士都没有办法再提供他们产品了。接下来，他们这几家的企业会不会因此产能也因此受到影响，还要持续的做关注。另外来看到是日本的老牌刀巨头巨擘，这一家是富士精工，也宣布了说它有大量的订单。因为没有钨哦，所以导致停滞、交付也延迟，深陷在亏损当中的深渊。本财年的一个利润预估暴跌幅度高达88%哦，直接陷入亏损当中。再来看到的是这一家住友电工了。住友电工社长坦承，在中国的禁令之下，它的多条产线同样的也是面临停摆的。那么包括了住友电工，还有30材料，他们也说呢，因应中国大陆的限制，所以他们的部分产品在钨上面最高调涨幅度高达60%，依旧无法缓解它的供应链的危机。到底中国大陆掌握多少的钨呢？我们来看到，在全球的产品钨制品的产能高达80%以上都是由大陆所掌握的。而日本大约80%也都是依赖中国的进口，尤其我们要看到有一些依赖度更是高达100%，包括这种晶片级的6氟化钨，还有这种军工级的高纯钨粉，是100%都是依赖中国的。即使说它可以其实呢跟这个越南买，或者是跟拉美国家买，但是呢它不论是在纯度或者是精炼的工艺上面，它的规模等等都还是无法跟上大陆的进度，也无法满足日本的这些高阶需求，不管是在日本的高阶机床、晶片跟军工产业的需求上。所以呢，中国对日本的这种限制，对日本的产业界到底冲击有多大？大使怎么看？冲击非常大，因为这个就是有关这个6氟化钨哈，它是这个所谓的芯片生产上最重要的一个怎么样涂料。也就是俗称的光刻胶啦。那日本在这方面本来就是技术领先，它占全世界这一类这些这个所谓光刻胶的供应量在20%以上，20%以上，所以这个会影响到下游的产业。那么就是说这个三星电子啊，它是做这个所谓的逻辑晶片，还有海力士是做记忆晶片 HBM 那还有我们台积电。都运用到这些重要的这个涂料，那可能都会因为日本方面没有办法出货，而且他已经公开宣布7月停产了，造不出来了。
那就变成这个会影响一系列产业链。所以关于就这一点，美国出面替日本求情，跟中国大陆讲说，我们基于全球产业链的考量，希望你中国网开一面，可以开放这些稀土到日本去。那美国正式出面替日本求情。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说，他说我们对日本的稀土供应停止供应是因为我们要抑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以及日本想要永和的企图，当场拒绝。所以呢，这只是这个钨的影响，这些公司都跟这个钨有关系嘛，对不对？你知道钨的物理特性，它是耐高温的，它在熔点是在3200多度。对。然后呢，它物理特性我记得没错的话，它很奇怪，人家是热胀冷缩，它是热缩冷胀。所以呢，就变成你的那个炮管你这个需要耐高温的东西你一定要有钨在里面。你没有钨的话，你连什么高射炮、火箭在那个高温之下它就融了。那有钨在里面就不会融，也不会变形。所以这个东西太厉害，所以中国大陆就明讲，我就是不要你搞军国主义，所以我就把它禁掉。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因为中国大陆对日本的这个稀土供应除了钨之外，还有很多项镓还有这个锑。还有重要的瓷土的原料，所以日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公司叫信越化学，这个日本是它出什么有关磁类的产品，就会产生磁性。你知道磁在这个发动机里面扮多大重，非常重要，是它是一个基础性原料，现在也没有了。信越化工也说对不起，磁铁到7月为止，我就没办法生产了。你知道没有磁铁的话，很多汽车工业、很多机械工业，对不起，都停产。所以日本现在是急得不得了怎么讲呢？他的外长特别跑到蒙古去了一趟，说我们要跟蒙古合作开这个稀土。然后在今年2月6号，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我们在南鸟岛附近水域的6000公尺深的海桥上面，发现什么呢？发现存储量全世界第3的叫什么？稀土泥浆，还不是矿泥浆。哇！我觉得日本人，我不晓得日本人会吹牛，不过我觉得这已经变成有点吹牛了。是。你在泥浆也变成一大重大发现，对不起，人家这3家工厂今年7月开始要倒了。你看泥浆等到哪一天？日本说，我明年2月开始要去研究开采的可行性。那你不是就等于说，这个人快饿死了，说，哎呀，我到我家仓库里面找到了一粒种子，一袋麦子的种子，我立刻就去看是不是还可以种得活，我要准备开始下种子了。人家说对不起，我还有3小时，我就告别人世了，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日本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比较麻烦的就是说，尤其它的那个光刻胶会不会对我们台湾产生影响？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早点评估一下。好，我们现在是看到这个初步这个日本从被受到这个钨的限制，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就没有这个钨。那其实呢，中国大陆的限制不只是钨而已。今天我们还会看到的是包括了另外一个就是稀土，尤其呢这个稀土的重元素，也就是刚刚大使其实帮我们提到，包括了镑还有锑，依赖度呢日本的方面依赖中国最高幅度高达100%。重点来了，他们这个稀土的库存现在也只剩下半年而已，现在到底来不来得及跟得上？尤其是这些产业界的重挫有哪一些？我们看到供应链的危机，包括从去年底开始，我们就已经讲过了。这个丰田几家大厂、汽车大厂出现了问题，丰田旗下14条的生产线都因为稀土断供被迫停工。再来就是本田了，它的铃鹿工厂出现生产中断。那么日本汽车协会也估计，这个汽车产量至少减少80万辆，经济损失高达2.5兆日元。其他包括了会受到影响的，还包括了电装、爱信、东
海、理化还有双业产业都恐怕会受到这个车厂的减产而受到危机重挫，供应链重挫。那日本的产业根据专家的说法，现在呢说会进入到第4个失落的10年，原因就是在于日本的制造业的衰退已经不是单一的产业问题，会影响到是整个国家的竞争力。那么尤其是日本的这些很重要的原料都掌握在大陆的手里，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日本的整体的市场或者是日元都开始信任度在松脱，那么导致资金撤离、投资放缓、产业外离等等的现象，上次哥怎么看？好，我想中国大陆怎么会不知道现在日本本身的经济就有好大的问题？怎么会不知道日本的国债其实现在来讲也是8点多兆美元，1300多兆的这个日币，每年的1/3财政收入也要还这个债务，所以这是日债。然后日币的最近非常非常弱尤其美元强势跟波湾战争这个部分来讲，那么日本央行其实才刚刚通过说他们其实就是已经加码一息，可加码一息当中，其实看到对日币本身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影响，所以我们其实知道这个整个产业结构的问题，中国大陆怎么会不知道？所以中国大陆在去年10月的时候，高市早苗说了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时候，一开始是出招，是你的观光文化产业当中，包括两边的一些民间交流，包括演唱会不让你办了，很多这个日本明星都受不了，然后日本的年轻人部分也是受到影响。好，然后呢，最重要当然是今年1月的时候宣布了有关这个所谓军民两用物项有1005项，而且它有具体点名有20家基本上是管控的，包括30，包括川崎，包括 NEC 这些超大型的公司，因为他们底下有好多其他的小公司或他们的产业链，有20家的关注。刚刚是你念到的那些东西都不在这40家的名单当中，也就是说4个月下来，大家撑5个月下来用他们自己的库存。可是现在你看到的，虽然30跟川崎没有出来说他们完蛋了，他们还在用，可是跟他周边的产业链有太多都已经活不下去了。所以呢，这里头对日本的经济的根本性的结构性的打击到什么样的地步，我觉得是最近我们才感受到这个部分的严重性。而当然里头最厉害的还是跟稀土有关，稀土所延伸出来的部分是比日本想象中，而且他们先前还硬着觉得自己还有库存，好啊，你有啊，但是你就烧掉了，用了4个月之后，终于连库存都没有，而且没有替代方案。刚刚其实大家讲的那些东西，包括你说挖到什么东西，都不是你现在3秒钟能够做出产业链。现在单你现在花了更多的价钱，我们想钨来讲，现在都已经涨了200%多，就是它涨价。那特别是一些半导体要用到的，所以现在其实说光产业之外，国防航太日本全面的崩塌，半导体跟光学全面的崩塌。而现在其实到核心是什么？最近其实中日有好多东西，河野洋平因为刚刚过世，本来6月中旬的时候，6月下旬，河野洋平要带最大的一大坨民间的部分要去跟日本，因为河野洋平对中国大陆还是认为是老朋友，但他死了。所以你连最后一个可以跟中国沟通的窗口都没有了，而这个东西背后是最有日本关键，影响什么呢？日本的汽车跟日本的各类的电子业，这应该是日本的心脏产业的心脏。所以呢，一旦逐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不相信在现在包括日本汇率本身，日元有很大的问题，还有日本债务的部分问题，还要给美国5000亿美金，这些加总起来，高市早苗还受得了。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日关系在这个政治上面的关系降到冰点，同时直接重挫的是日本的经济表现，那被形容是这个失落的第4个10年。可不可以说它的强国的制造业强国神话正在崩塌？那干哥又怎么解读？对啊，我刚才就想到，如果连川崎重工跟30都受到影响的话，那日本就完蛋了。你真的你不要不见棺材不掉泪啊！这种企业啊都受到影响的话，那日本的神话就真的破了。你知道，这就是钨以外的这些稀土的风险，造成他们的汽车产业多少公司，当初他们都说，在去年年中的时候都说，我们已经分散风险了我们早就知道了。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分散那个风险的吗？我们从2010年就知道要分散。为什么？就是因为钓鱼台事件我们对岸我们的大陆朋友说钓鱼岛事件，对，从钓鱼岛事件开始，大陆说我不是不卖你我只是开始审核管控
他们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现不太对劲了。2010年，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有被收紧。你说像这种就特别的那个金属元素，稀土里面的，他们就发现说，就偶尔他就会来一个，来审核啊，照会，通知什么意思？通知就是说东西不能马上卖给你，啊，要经过层层关卡、文书作业。你知道碰到这种东西，我们头最痛的，尤其是这种汽车产业，它没有办法给你拖延的，因为他们都有生产计划跟目标，每个月都要达成的，不然 KPI 就不见了。然后就开始发现说，10几年前就开始有这样子了。就你知道，像什么爱知制钢，还有什么武藏精密工业，他到去年年中的时候问下来的时候，他们还说，我们有特别的库存。结果等到去年底的时候，就发现快完蛋了，赶快想办法突破。就要看像刚刚大使讲的，没有啊，我没有不卖你啊，对不对？请美国来也没有用，为什么？我们就是审核嘛。老实讲一句，我们担心你的军国主义嘛，对不对？好，去年底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记得。12月的时候，我们伟大的爱知那个高市那个首相，他终于又自己去踩那个地雷，叫什么？叫台湾有事论。所以从去年底，大陆就下定决心了，不管是这个六氟化钨啊，还有特别稀有的稀土的元素都禁止。不过这些东西在很多你说高阶的晶片里面，它是不能不用的。我怎么能够不用呢？我不用的话，我跟你讲，我们日本企业的优势跟它的特性完全没有了。所以日本也，你知道他跑去问谁？你知道，他除了要在格陵兰去采稀土矿之外，他跑去澳洲问钨矿啊，还跑去说，说不定那个南韩那个有没有一个叫做桑东钨矿啊，是不是可以重启？桑东钨矿你知道停产多久了吗？30年了，停产30年，你要重新再来过，要什么时候来过？最重要的跟稀土一样，钨矿在大陆的独占的提炼能力、精炼能力，全世界找不到。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你看看日本企业，你说不是只有说啊，我们今天就是说关东电化跟中央硝子2家全球占有20%市场的公司面临什么？现在只是讲停产到倒闭之间只有一线之隔而已。你说不定下个月就听到说中央硝子倒闭了，倒闭的话要怎么办呢？那所以我认为，这个科技业的这个世界秩序重新在重整、在调配之中。也就是说，你有技术没有用，你要有源头。中国就是有源头。以前我们一直认为说，有了稀土万事通，现在连这种稀有金属，连大陆中国都是独家的占有，就晓得说，我认为不是只有光美国。连日本本身都要好好去思考一下，你怎么样在地缘政治上面一定要跟中国妥协，那才是正办嘛。最新消息，2家大陆的化学材料厂关东电化、中央硝子已经正式的通知了，包括台积电、三星、SK 海力士说呢，就在这个月的30号是他们的最后出货日了，而7月1号开始，这2家企业就会永久的确定会停产了。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钨了，2家企业合计呢占全球的钨高达了25%的一个这么高的一个量哦，所以呢，如果说它确定断供的话，下半年的缺口至少会确认达到了2000吨这么高的一个数字。那没有了六氟化钨，接下来的影响又是什么呢？包括了说没有办法生产这种7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还有呢 HBM 的产线也会停摆，最后是 AI 的晶片供应链也会面临全面断裂的一个可能性的风险。特别要来持续关心到的是，刚刚是半导体产业的冲击，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对于科技产业有哪一些
冲击，包括了制造业的冲击又有哪一些？住友电工它用于汽车跟飞机的加工的钨呢，价格已经狂飙了60%。另外一家企业是三菱材料，它的硬材料的价格也暴涨，是原来的3倍。如果我们做一个整体上面的统计，光是2月到4月，中国对日本包括了碳化钨、钨粉的出口已经连3个月都是挂零了，等于是完全的都断供给日本。而日本超过80%的钨制品其实仰赖中国大陆的，更不要说这种高纯度的材料的钨哦，是90%完全的依赖中国大陆的。所以中国大陆一断钨，刚刚讲到特别对于2家企业的冲击，还有对日本的冲击可能会有多大，包括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关东电化、中央硝子等等，对于日本半导体产业恐怕出现危机吗？戴老师怎么看？当然是出现了危机，其实也会影响到韩国，也会影响到台湾啊。这个当然对美国的影响是更大的啊，因为美国是最上面的上游嘛啊。当然美国主要是设计，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的晶片一旦缺少了这些日本的这些原材料的供应，事实上它的晶片的发展也会出问题。日本是全世界风险意识最高的国家之一啊，整个国家，例如说。他们知道他们的国家本身在石油天然气他们是比较不够的，他们的储存量就比一般的国家高。那他们在稀土这个部分啊，他们也知道他们本身的能力比较少，所以他们对于储存量也比一般的企业高很多。那更何况日本跟中国大陆过去曾经有过这个矛盾跟冲突，那中国大陆也曾经对日本实施这个稀土战啊，稀土制裁。日本也曾经用这个半导体的材料，例如说洗涤剂去制裁韩国的三星等等，日本也玩过这个啊，所以日本知道这个的厉害。日本本身也跟中国大陆产生这个矛盾的时候，日本本身也知道这个的厉害，所以日本的储存量事实上是高的。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从今年的2月、3月、4月都已经断供了，那5月不用说了。对，所以对于日本过去来讲，它储存量是一般最少是6个月的，现在是完全断供的。那完全断供，有的是还有一些，有的是它本身的库房也都用耗尽了。那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因为很明显的高市早苗走军国主义，自民党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那它跟中国大陆的紧张的关系一直没办法消解。就对于你可能用来生产军工企业的这些钨矿，那全部断供，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日本也好德国也好，或者是台积电也好，三星也好，他们事实上都是配合美国，对中国大陆实施半导体的这个制裁例如说台积电的2奈米、3奈米的先进的制程的晶片是不卖给中国大陆，也不帮中国大陆做代工，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就等于是你是完全配合美国制裁中国大陆的话，那对大陆来说，它间接的从日本这边来断供，那不影响两岸之间的情形下，间接的当然也影响到未来，也会影响到台积电。对。不过我觉得目前台积电还比较安稳的地方是在台积电的存量很够。可是问题是在于能不能耗得住1年，其实我们怀疑。目前你看台积电的股价影响也不大，台积电对这方面也没有表达它的焦虑跟紧张，主要是因为它储存量很高。可是问题是1年、2年、3年之后，你除非美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跟日本，也就是 G7 解决全世界的钨矿的这个问题。不过我看要在1、2年内要解决，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未来很有可能就会冲击到台积电跟三星了。那只是我在强调，现在台积电还老神在在，是因为他觉得他储存量是够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中国大陆针对于日本的制裁，先是钨嘛，那这个是第一招，已经影响到了这个半导体产业。那接下来恐怕怕这个随着时间增加，对于更多的半导体产业的企业都会因此受到更大的影响。那另外一方面，大陆还卡关的不只是钨还有另外就是来看到是重稀土，包括了镝跟锻，那影响的
当然就是日本的它一直要发展的电动车产业跟它的高端马达。再来呢，会影响到中国大陆这个军工的，就是会影响到日本的军工的发展的，就是中国大陆还限制了20家他认为有涉入军事的企业，会列入稀土的出口管制名单当中。那这20家企业也当中包含了30造船。那舰长怎么看？现在看起来是从半导体一直到这个汽车产业，一直到军工，恐怕都会被中国大陆锁住命门吗？舰长怎么看？的确锁住命门啊，也就是我们讲到日本半导体的部分，我们刚刚讲到关东电化工业以及中央硝子，他们最重要的是需要这一个6氟化钨。那它怎么样？也就是氟跟钨到底它的需求是什么？其实它是用氟气以及这一个钨粉。那进行结合，那它是半导体的制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气体啊。那这一个部分，第一个也就影响了有关于半导体的生产。那第二个呢，也就是刚刚主持人有特别提到有关于汽车的部分啊。汽车的部分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有关于这个稀土的需要的话，另外还有一个重点，也就是我们讲到说它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设计。其实远远落后于中国大陆，所以我们讲到说汽车这个部分也同样的，不能够再继续的像以往 Toyota 的这一个势如破竹了。那 Toyota 在最近的一则新闻，我们所看到的，它海外减产的规模从原来的3.8万辆，也就是38000辆，要提升到83000辆，也就提高了整整1倍有余啊。那为什么？因为竞争力不如人。那至于说军工产业的部分，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稀土啊。那以钨来讲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呢，钨到目前为止，它真正的来源是这些工业废料。那但是呢，如果我们来看产量的话，这个中国大陆是世界第一。那它的这一个第一，它的产量呢，如果在2024年的时候是67000吨，那第二名我们看到是哪里？是越南，是3400吨。那第三名我们看到是俄罗斯，是2000吨。意思是什么？意思是第二名加第三名还不如中国大陆的零头啊。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到那2家公司，它直接的说我们永久的这个停业，因为他知道。那在短期间之内，它没有办法再获得钨的这种来源。那至于说我们刚刚讲到军工到底有多严重，就对于缺乏这一个有关于稀土的部分，我们看到啊，这是F-35战机，它原来使用的是 APG-81的这种射控雷达。那这种多用途的雷达呢，现在它的前面交机的时候，它用的是什么？用的跟大家在这一个运动中心所使用的配重块一模一样啊？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这一个雷达可以交货。那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它缺乏了有关于稀土的部分，这个也就是方方面面的影响到军工的部分。我们现在看到啊，美国他们对于它造不出船来的问题，他想要采用外国设计的方案以及国外的造船厂来解决。那这讲的是哪2个国家？其实如果我们看到前任的这一个海军部长他的讲法，也就是他讲到选择的是韩国跟日本，但是选择日本可以解决吗？还真不能解决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啊。这个日经济它的这一个独家报道告诉大家，其实它还缺乏劳动力啊，也就是日本少子化是很有名的啊。那当然现在已经被台湾超越了。那也就是它这么少的一个人口，它如何的造出这么多的订单？它除了自己要用之外，像我们现在这边看到的这个最上级的护卫舰，除了它自己要用，那它现在还要那个承制这个澳大利亚。那甚至纽西兰也很有兴趣，台湾也说我们要加入，怎么可能呢？我们讲到的，无论从现实层面的稀土、钨都说，那以及甚至人都成了问题。那我们讲到说，对于高市早苗来讲，他的任期真的是指日可待。
好，对，所以现在这个高市早苗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禁令之下，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刚刚讲的重挫了日本的3大重要的产业哦，包括了这个日本的军工产业、半导体产业跟它的电动车等等的产业。所以现在呢，日本也急着出招，赶快去请求其他的国家来一起做帮忙。那现在呢，高市早苗呢就去了 G7 的峰会，他就在这边提议说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关键矿产的共同储备。那另外呢，他也说呢，这个夏天会派团前往格陵兰来评估在当地的稀土开采。日本企业自己想自己的办法哦，说呢要来做回收企业，把钨回收，但是目前看起来回收率只有30%，远远的不足。那日本也积极的拉拢蒙古国要来做轻稀土的这个储量，因为它在这边是有18%的轻稀土的储量，但是呢，现在还是卡在说开采啊、分离跟运输的技术都还不足够成熟。再来就是美国了，美国现在要重启呢，在韩国这边已经关闭30年的全球最大钨矿，但是呢，我们知道这还要好几年的时间才可以完成。杨老师怎么看？跟得上速度吗？用思敏，你刚才讲到的一句话。我把它扩充为3句：缓不济急，代价过高，然后呢，其实基本上缺口太大。那大概是上个礼拜吧，在中国的日本商会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业，就有一个请愿有一个就要求中国政府能够开放对日本稀土的，就是解禁。那因为他们说在日本这个稀土虽然中国大陆是针对军用的产品，或者是军民两用的，但是因为事实上很多是具有军民两用或军民融合的这个特性，也就是说你在这个飞弹里面用得到的，可是你可能在电动车里面也用得到。那因此这整个管制的过程就很困难。那所以呢，基本上很多日本的企业、民间企业也拿不到。而且另外一个方面，日本比如说三菱重工那这个川崎重工，它其实也做军用的，它也做民用的，所以就如果一个公司来申请，那当然你就不容易申请得到，那这就会整个延后到日本的民间，这个很重要。中国大陆其实是针对军用的，而不是针对日本的民间。那你日本民间明确的来申请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可以得到，但因为它的本质跟这个日本本身的生产这个产业的特性所以变得很困难。8000多家日本企业。就是说，请中国大陆更清楚的把这个管制的流程呢做厘清，让他们好来因应。可是问题的关键就是你高市早苗做这个做法。那高市你刚刚提到这个作为这3个作为，它大概分成：第一个去找新矿，去挖矿，但你挖矿容易啊，炼矿难。对，炼矿里面不讲环保，光讲个技术跟制程，就中国掌握的。那要多少时间？缓不济急。那第二个呢？日本在做叫做 urban mining， 这是什么？就是回收。日本有很强的这个回收的技术，我们台湾有好几家，就是从比如说手机里面可以回收黄金。对。这个技术其实是不错，可是呢，它基本上这个缺口太大，你找出来的这些回收出来的东西不敷使用，所以缺口太大。远远没有办法提供实际上工业上的这个需求。那日本也另外一个怎么做呢？就是说我干脆更长远的规划，去风险化。这个词大家好久没听过了因为拜登政府提嘛，叫 de-risking，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去找中国加一到国外去找一个新的供应链，从矿产各个方面弄出来，那你就旷日费时了。那你到什么时候去？然后再加上这个矿本身的技术跟就是整个环保的问题，所以这整个东西你最后只是得到一个心理安全保障，可是你永远没有办法跨越那个物理限制、物理结构的限制。所以我觉得高市政府，甚至整个西方的政府，要面对稀土跟这个稀有金属的问题要跟中国大陆好好的去沟通、去相处，正确的政策。才能够确保你自己本身产业的发展。持续关心日本这一次真的慌了，我们来看到的是大陆隐藏的王牌亮剑了。这一次要断供的就是给日本的钨金属。
那么会影响到包括了晶片、航太、军工的命脉，一刀封喉。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中国大陆这一次对日本的反制，主要就是收紧对日本出口的污直接掐住了日本非常重要的工业命脉。我们赶快来看到细节。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大陆启动的是两用物项的出口新规，针对了包括各种的这一些核心的战略工业材料，对日本出口现在直接几乎降为0了。这种精准打击被视为是对日本的高阶制造业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打击，直接断掉它的命脉。接下来会如何影响到日本的高端产业制造链的发展呢？没有钨的话，我们来看到是没有办法制造这个晶片的，还有军工的，还有车用跟航太跟高温的这些零组件。甚至是打仗要用的飞弹、弹芯，还有穿甲、高强度的材料，也会全部的被卡关。最重要的是，大陆现在手中握有全球的钨产量，甚至高达了80%以上，大规模的量产高阶的高纯度的钨材料的国家，而日本几乎是完全依赖中国大陆，尤其是在生产钨的原料80%都是依赖大陆的。外界形容中国这一次出手，比稀土的管制还要更致命，达到100倍，而日本只好从其他的国家来做进口，或者是靠回收国内的钨来化解危机。但是我们看效果非常的有限，为什么呢？赶快来看一下全球前4名产钨的一个量，大陆是占第1名的，还是遥遥领先的。我们刚刚说了，它的总产量高达80%。第2名的越南是已经看到它的年产量只有3000吨，远低于大陆的6.7万吨。而第3名的哈萨克跟包括了俄朝2国是远远的并列在第3跟第4，产量明显的非常的不足。而由于大陆对于这个钨做了非常严格的管制，导致钨的价格现在也是狂飙，1年之内暴涨幅度高达了50%。住友因为成本的增加，现在已经上调了60%他们的价格，还有三菱综合呢，他们也上调价格达到3倍。日本的这一家切削工具大厂，这个是 OSG， 因为成本太高了，现在决定干脆就减产吧。那么《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报道，说中国最近买家在多国还在积极的出手，要开出高于市场行情的价格来做抢货，打乱了全球钨的一个市场。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有关于钨的这个产量的部分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中国大陆这一次对日本断供它的钨的话，冲击会有多大？那这一次的钨金属杀伤力会比稀土还要更大吗？杨老师怎么看？答案是肯定的。这个对日本的军工产业，它是大陆是2026年的1月公布的，叫做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的管理目录，有谈到稀土以及关键的矿产，那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钨。那所以你看到因为你针对军工产业，那日本的一些企业比如说三菱重工，它是也有做军事，但它也有做商用的。所以中国大陆这边申请的时候，其实它也没有办法去做很清楚的厘清那给你三菱重工，就人家申请说你是商用，但我怎么知道你能够保证说不会流到这个军工产业？所以2、3、4、3个月基本上出口到日本已经基本上归零。那这个会对日本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因为钨其实它有3种产品一个叫重钨酸铵，我们简称英文叫 APT， 或者是碳化钨、氧化钨，而它在就是磁铁在就是电动车，在风电，在半导体，在精密工业，随便你举例啦，都会用到关键的钨。那这个钨呢，中国大陆大概占整个就是常量有440万吨，一半以上在中国大陆。然后呢，产量呢6.7到6.8万吨，占80%。那排名第2的是出口有钨的这个国家，排名第2像是越南3000吨，然后呢哈萨克2400吨，换算说后面这10个国家加起来还不到中国的1/10，所以基本上是无可替代，它叫做单点失效，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国家对你采取管制的时候，你几乎没有办法找到替代，因为也就是。你现在日本在做的是去把大家的这些
用有污的这些商品啊做回收，那个不太可能，那只不过是把价钱垫得更高，而且很短期的这个效益。所以你就看到现在污的这个情况呢，也的的确确出现，就是对日本严重的打击。那钨有没有别的矿产可以替代钨呢？这里我也研究了一下，钨的熔点高达3422度 C， 也就是所有金属里面最高的，它的密度是19.25，然后呢，这个也就是说它有高硬度，然后呢，它在高性能的工业、国防工业、在半导体工业，通通都具有最优的这种效能，几乎是不可替代。那不可替代情况之下，那别的国家来去援助日本吗？也不可能。那别的国家援助日本就会违反中国大陆公布的管制的这个项目。那别的国家或者别的国家的企业援助日本的时候呢，你就会被就是下一步你被管制。你也可以说叫长臂管辖啊，但是呢，这基本上其实是对日本军工产业，尤其因为日本牵涉到就是上次整个再军事化，甚至中国大陆指控的所谓新型的军国主义，谈到了台湾有事，而且你看到最近还跟菲律宾想要在台湾东海岸去做划界，那这些作为其实根本就是对着中国来，在形成一个我把它叫做东亚抗中三姐弟，这种所谓的这种代理战争的小联盟，那这已经很清楚，这军事上、领土上。主权的权利上针对中国大陆而来，那中国大陆就在你的军用的这些项目的制造产业里面管制你最关键的钨，而它这个管制不只在军工产业，已经扩散到日本的所有产业了。好，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说，那中国不卖钨给日本，那也不让其他国家，杨老师刚刚提到卖钨给日本，那中国的产量又远远的高于其他的国家。现在日本对于日本的冲击有多大？会不会比当初我们讨论非常多的稀土还要更致命？那赖老师怎么看？那个致命太多了。我只举一个例子啊，我们都知道日本的经济赖以为生的啊，最主要的经济产业就是这个汽车制造业。各种样的汽车，不管是 Toyota 的丰田的或者是其他的三菱啦，或者您知道制造一个，因为像丰田，它现在的主力要推的就是气电混合车。气电混合车一辆车，它要使用钨至少是1.5公斤到2公斤一辆车，因为它用在锂电池。锂电池如果你要快速的充电，那么以日本现在丰田所研发的技术。它最主要的要使用大量的钨矿进来去制造成为它的能够快速充电的这些特殊技术。还有像我们用的刹车板那刹车板本身它也要用钨的金属来去做，因为高硬度、高温度的一种把它夹住的这样的。你可以看到，对于日本来讲，你生产一辆车就要这么多，那日本一年要生产几百万辆的车，所以它的钨矿的使用量是非常的巨大。这个我们只是还举一个小例子而已，只是指汽车工业而已。那造船工业要使用量更多了。对导弹、炮弹、枪炮，这个都是需要使用到钨。所以对于日本来说，它现在正在转变这个武器出口3原则，所以它要制造，它还要想帮美国承建这个。所谓的这个军舰，可是它要用到的是几百到上千公斤，也就几吨重的钨。那请问一下，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越南也不过就是3000吨嘛。对。那请问一下，日本现在怎么办？好，那因此他说他现在把这个旧有的这些有关于钨的这些材料拿来回收利用，那是一个姿态而已。为什么？第一个，你使用过的东西，你要把它装在新的产品上的时候，例如说我使用过的这个马达，或是这引擎的所谓的永磁土的磁铁，我把它拆下来，我要用在这个新的汽车上，你消费者你要买旧的还买新的，你会担心说它本身的良率，或者是它有没有瑕疵，它到底能不能用？所以我觉得它会造成它本身的产品。让消费者更加的不信任，所以我个人认为，对日本来说，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而且也是一种姿态。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它
买进口钨矿的时候，还有钨粉的时候，它的价格已经增长到5到6倍了。所以它的成本已经越来越高了。它成本越来越高，它已经要开始反映给消费者来分担它的这些造价的话，那就会造成日本本身的这些产品，它在国际竞争上，尤其是工业工具机，还有像电钻头，它等等，它怎么跟大陆来竞争，来跟大陆来 PK， 这已经是显得很大的困难。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电动车它如何跟中国大陆竞争。它现在已经排名第2了，在未来来说的话，当它的钨是完全用尽的时候，其实就是日本的电动车、日本的这种气电混合车，他们的末日的时代来了。所以我个人觉得，日本现在最苦恼的地方是在于，它拿不到钨，它的整个经济命脉、工业基础绝对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而它无解。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波是中国大陆针对日本的钨的限制，影响到日本不管是在军事的发展，这个武器，或者是工业，甚至在汽车科技产业上面的发展。那如果说呢是在跟美国做比较的话，现在如果美国也没办法拿到这些钨，我们看到不管是在美中贸易跟军工竞赛当中，会不会同样也是一个非常致命的王牌？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大陆已经有这么多钨了，为什么还愿意去高价收购其他国家的钨？那舰长怎么看？为什么中国大陆要全球扫货？为什么中国大陆它需要这个不断的那个提高这个价格？那其实全球扫货，也就是当我不断的购买的时候呢，也就是这个价格会不断上升，因为其实我是最大出口国啊，那我把别人的都买掉，你们只能来跟我买，然后我就提高不断的提高我本身的价格，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中国大陆它的钨的年产量6.7万吨，那刚刚赖老师也特别提到，第2名的越南也不过就是3000吨而已啊。那这2个根本就是无法相比啊。那但是呢，如果我们从企业竞争的道理，我们就可以看透中国大陆为什么采取这样的策略啊。我们看到1979年 Michael Porter 提出了武力分析，他其实谈到了5个力量，那我们今天只谈2个，也就是买方以及卖方的议价能力。现在呢，对不起，也就是对于各国中国大陆对于各国扫货的时候，问题是各国的产量都少，那个价格当然水涨船高。那水涨船高，我买了之后，那我就会用更高的价格来卖，那个也就是我卖方的议价议价能力其实是完全充分。那至于说其他的，例如说有没有新竞争者，没有，那是不是有替代的能力，也没有。所以现在这一个军工产业，它必须使用钨，因为钨其实是半衰铀的除了半衰铀之外，它的硬度最强的。那例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看到的方阵快炮，它最早之前使用的弹头就是半衰铀的弹头。可是半衰铀的弹头，它在储存的部分呢，它有非常多的问题，所以后来统统改成钨。那我们看到以方阵快炮，它一启动那种啪一阵打。那要花多少钨呢？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全世界的产量，还偏偏的真的就是中国大陆，它的一个存量最高。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存量也很高，那个也就是颜色越深的存量越高，那个叫做加拿大。加拿大那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加拿大它有底气说，中等国家要团结在一起，因为它有各种的矿产。那你们要跟我团结在一起，不是我跟你们团结在一起，然后可以对抗美国。其实美国也有很好的产量。那但是我们另外看到有关于城市垃圾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回收手机、回收这些电路板到底有没有用呢？其实现在大家都在探讨。我们第一个看到的这个，也就是各种论文呢，以及文献呢，它的这个或者是我们讲到专利的这个的这个数量越来越高。但是我们看到真正回收最多的是电缆，那可以回收到这一些无论是钨或者是我们讲到的稀有金属的部分呢，其实这个都很低。为什么？因为它在这个电路板或其他部分只存量就是说它所含有的分量很少。但是你要把它如何萃取或者溶解出来，那要花很大的一个金额，或者是花很大的一个污染。所以其实现在都非常困难。那中国大陆当然除了我们讲到稀土之外，另外就是用钨来捏住日本的脖子。